随着10号他们来到了南海紫竹林，这里是前辈大能的府邸，也是盛会的举办地。碧海无垠，紫竹林扎根海底，每一株都如山岳般粗大，紫光熠熠。10号惊叹不已，这里简直就是修炼的圣地。他们穿过紫竹林，来到南海深处的一座仙岛，岛上花香鸟语，白雾弥漫，仙气蒸腾。岛上已经来了很多人，他们平和的交谈，享受着玉石桌椅上的美酒与果实。五色神鹿和白猿为众人服务，营造出一种出世的美感。10号暗叹，这才是修仙者的生活，他甚至有些羡慕，想要常驻此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南海外的紫金大道上，一位中年人踏步而来，众人起身相迎，惊呼6道轮回仙王来了。10号心中一震，他注意到仙王头顶的几块碎裂法器，那是轮回盘。他曾见过轮回盘，但从未见过如此完整的犄角。10号目睹6道轮回仙王头顶的轮回盘，心中震惊不已。他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充满神秘与传奇的世界，那些混沌至宝的主人竟然就在眼前，让他感到如梦似幻。众人对6道轮回仙王的研究议论纷纷，有人担忧他过于投入会伤及自身，而有人则对他充满信心，认为他终将成功。10号心中波澜起伏，他从未想过有人能研究轮回，而轮回本就不存在于世间。突然，天穹上的太阳坠落，化作一只金乌飞来，最终变成一位金色道袍的老者。他施展绝世神通，一指点出，重新演化出一轮大日，照亮万物。10号被这神通震撼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随后，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，谈法论道。10号愕然发现，他们的修行体系与自己所学截然不同，他们需要融合仙种才能开启修行之路，而10号的修行法门则与之格格不入。他意识到，柳神和师兄的法门虽然强大，但难以融入这个世界，因为这里的道统太过复杂和晦涩。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邀请10号交流，但10号苦笑着表示自己实力低微，只想再次聆听。然而众人对他的态度却十分谦虚和随和，没有丝毫傲慢。10号感受到了一种纯粹的切磋与交流的氛围。怀抱着白色小麒麟的少女提议与10号比试，众人纷纷附和，希望借此机会观摩。10号稍作思考后同意了他的提议。少女出手时，指尖飞出一粒种子，这并非真正的植物种子，而是一枚道种，它在虚空中生根发芽，绽放出神秘气息。10号则弹指射出一道雷电，但少女的道种演化出一座塔体，震散了闪电。10号惊讶于他的出手，随即加重了力量。再次出手时，电弧裹带着星辰，你怎么这么注重术，而忽略大道本质呢？那少女不解，他也在出手，再次弹指，一片流光飞出，凝聚成一枚仙种，而后依旧是在那里绽放，化开结果，如同植物一般，结出一枚中体果实。少女的出手方式让10号大吃一惊，她直接用仙种催动大道，简单直接，威力惊人，完全不同于10号所熟悉的那种通过术法来演绎大道的方式。10号这才意识到，这里的人修行体系是从最根本的大道入手，虽然强大，但少了一些变化。旁边一位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也觉得10号的道法很奇特，主动上来切磋。两人你来我往，互相探讨对方的修行体系。虽然短时间内很难真正理解对方的精髓，但10号觉得这种交流很受启发。就在切磋中，皇女突然惊讶地发现10号修出了3道仙气，这在他们同辈人中是非常罕见的。10号也察觉到皇女同样修出了3道仙气，而且她的仙种竟然是炼化了一片雏形宇宙得来的，这让10号想起了仙古遗迹中的小仙王。小仙王也曾提到过，有人用世界树或雏形宇宙为仙种，修出3道仙气。10号心中震惊，难道皇女就是小仙王口中的那个人？接下来的日子，10号和这些高手们相处得非常融洽，大家互相交流切磋，虽然修行体系不同，但都觉得很投机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，10号收获颇丰，和皇女、背负仙剑的青年，还有怀抱小麒麟的少女等都成了好朋友。然而就在10号以为可以继续在这里交流学习的时候，大家突然变得有些伤感。背负仙剑的青年叹气说，要是就此分别，相隔无尽岁月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记得彼此。皇女也悠悠地说，也许这真是最后一面了。怀抱着小麒麟的少女更是哭了起来，说他们要走了。10号一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赶紧问道，你们难道知道我不属于这里，还是你们不属于这里？大家听了都叹息不已。皇女、青年和少女都拍了拍10号的肩膀，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10号急了，大声追问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能告诉我吗？10号突然有一种直觉，这些人即将离他而去，而且是永别。他心中充满了难受和酸楚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来到了仙古时代，还是这一切只是一场梦。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走过来，郑重地对10号说，再见了，也许有朝一日，我们中的一个人还会在滚滚红尘中与你重逢也说不定。虽然那很荒谬，但万古中总有那么一丝侥幸。说完，他转身向岛屿深处走去，身影渐渐模糊。接着又有一个人过来和10号道别，我们也是年轻至尊，
不弱任何人。可惜啊，不能真正再相见了。我等随风而散，于这天地尘埃中看你等的辉煌征战。皇女也走过来，带着笑容和不甘，眼中含着泪，对石浩说：“好好活着，努力，不要让自己过早的战死。”怀抱着白色小麒麟的少女也低语道：“我好难过，真的要走了，不能再相见了。”石浩感到震惊和不解，他抓住皇女的手臂，又追上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，看着那小女生，大声问道：“请你们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？”然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，狰狞的巨眼从虚空中睁开，巨大的骨刺从苍穹刺下，灰色的雾霭从宇宙中涌动而来。这片祥和的净土瞬间被侵染成了死灰色，喊杀声震天。石浩看到一枚血色的鳞片落下，洞穿了天地，数位年轻至尊被击穿，尽管他们法力滔滔，但还是无法抵挡这一击。一株黑色的藤草从宇宙中落下，压塌了山川。南海紫竹林在皲裂，碧海在蒸腾。石浩熟悉的几位年轻至尊竭尽所能去抗争，但最终还是碎掉了。石浩愤怒的长啸，拼尽全力向天空轰击，想要阻挡这一切。他大声怒吼，希望仙府中的大人物们出手相助。然而6道轮回仙王早已动用轮回盘与莫名的强者激战，吴中大人也在出手，大钟震断了时间长河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恐怖的强者冲了过来，与他们争锋。石浩感到困惑，他发现自己发出的攻击毫无作用，他像是一个局外人，无法融入这场战斗。他看到那怀抱着白色小麒麟的少女被灰色雾气笼罩，一双猩红的眸子亮起，全力扑杀他。石浩愤怒地出手，但根本无法改变什么。少女最终被击落，双目失神，怀中的白色小麒麟哀鸣不已。石浩眼睛都红了，他大声喊道：“为什么？快告诉我！”他看着少女，看着所有熟悉的人，一个接一个的倒下，战死在这片血染的战场上。他心中充满了悲痛和不甘，尽管知道这一切只是几位大人物以通天手段让他见证了过去，但他依然无法接受这些熟悉的人就这样离他而去。少女艰难地对他说：“只是为了让你看一看我们的结局，仙谷的残酷。你要做好准备，将来你也要去迎战他们。”石浩红着眼睛看着战场上的惨烈，心中战意澎湃。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大笑着，眼中含泪，手持神剑在激烈搏杀，惨然道：“仙谷纪元要终结了，我们不甘啊，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，无法跟前辈去并肩大决战。”皇女落寞地看着石浩，身上的五色战衣发光，3道仙气流转，奋力冲击对抗入侵者。他告诉石浩，这一切都是几位大人物以大法力贯穿万道，击穿诸天，得见未来，映照仙谷诸事。石浩意识到，他被带到了这里，亲眼见证了这一幕幕，但他只是一个见证者，无法改变什么。石浩心中震惊，这种手段根本不可想象。他已经分不清真实与虚幻，因为早先与这些人切磋时，分明感觉他们是如此的真实。他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修为强到一定程度，真的能够影响未来吗？看着相交几个月的熟识的人一个个倒下，石浩心中剧痛。尽管知道他们早已不复存在，但石浩还是忍不住心伤。他改变不了什么，只能看着。这是让他先一步接触到天地大乱时的残酷吗？未来会怎样？当时的朋友是否也会如此，一个又一个的战死？石浩心中酸苦，隐隐作痛。他看着他们倒在血泊中，悲吼欲发狂，握紧了拳头，眼睛通红。他被带到了这里，与他们同在，跟他们同归，有一部分心神在此，梦回仙谷，驻守在仙谷。别了，仙谷，再见了，我的朋友们。石浩看着他们先后倒下去，血染战场，他目中有热泪滚下。他仰天大吼：修为足够强大，能够影响未来吗？我若是足够强大，能够造出一个轮回吗？能够影响过去吗？他绝望的怒吼，希望有朝一日能与这些仙谷的朋友们再相见。石浩站在一片遗迹中，清风吹过，紫竹轻轻摇动，这片土地焦黑，似乎经历过雷虎的洗礼，被鲜血浸染。他站在这里一动不动，脸上挂着未干的泪水。他轻声自语道：我居然哭了。摸了摸脸上的泪，还有些温度。那一世他见到的所有人都消失了，竹林还在，但碧海早已干涸。这里还是当年的南海紫竹林吗？如今只剩下一片普通的紫竹，不高也不粗大，和他梦回仙谷时见到的景象完全不同。这一切是梦吗？可为何又如此真实，让他心痛不已？他亲眼目睹了相处了几个月的友人倒在血泊中，那种难受和压抑的感觉让他难以忘怀。石浩忍不住大吼一声，然后迅速擦去脸上的泪水。他知道路还要走下去，在那一世他曾经说过要变强，要超脱。如今他能做的就是努力提升自己。他在这里静静的思索，走了一圈，突然当的一声，他动用天眼通发现了一截残铁。漫长岁月过去，他依然没有被完全腐蚀，还闪烁着银白的光泽。石浩瞳孔一缩，目光如火炬般炽热。这是光明仙金剑，如今只剩下了一截，
不足3寸长，掺杂的一点仙晶仍在发光。10号呼吸急促，摩挲着这节残剑，心中沉闷而压抑，胸腔中有一股郁气，恨不得一吐而出。这不是梦，一切都是真的。这个地方就是南海紫竹林，他曾在这里见过一群年轻至尊，也目睹了他们的结局。10号的天眼再次发现，在地下有一块奇异的骨头，闪烁着5色光泽，尽管暗淡，但熟悉的气息让他确信这是皇女的骨头。曾经切磋交流的场景历历在目，那种感觉不会有错。10号热血上涌，身体猛烈一震，一切竟是如此真实。他在这里开掘出2个坟墓，将残剑和黄骨分别埋葬，默默祭拜，然后猛地转身，大步远去。他低语道：“梦回仙谷。”想笑，却有泪水流出。那些朋友，相隔漫长岁月，都葬在了此地。一路上，10号心中充满了失落、伤感和悲凉。明明相差了一个纪元，他却结识了那样一群朋友，却又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。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。10号胸膛剧烈起伏，他确信外界的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，可他在那一世却待了很久。他告诉自己，走了，路还长，我倒要看一看那些敌人都是什么来头。他要崛起变强，为友人报仇雪恨。数日后，10号远离了那里，但心中依然难以平静。每当想起那些朋友，他都感到一种灼痛，眼睛酸涩。不过他很快调整好了心态，他知道沉浸在过去无法改变什么，他要做的是迅速崛起变强。